这绝对是一部在当年被埋没的使命召唤系列作品，它不像现代战争系列那样拥有恢宏的大战场以及非常直观的剧情，而是用悬疑烧脑和不断反转的剧情反其道而行，让玩家从战争的黑暗面来体现其中的残酷。相比于跌宕起伏的正面战场，这种黑暗且压抑的叙事风格让它的优点被现代战争的光芒所掩盖。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被正面战场的光明所埋没的系列作品《使命召唤：黑色行动》。本作的剧情发生在1968年的冷战时期，隶属于漂亮国的 CIA 特工梅森在一间审讯室中接受审问。梅森的小嘴就像抹了蜜一般，不断对审讯者进行问候。对方只想通过一组神秘的数字帮助梅森回忆起一座广播站的具体位置。见梅森的精神状态有些紊乱，审讯者立马使用了大记忆恢复术，帮助他从头开始好好想。而故事也是由梅森的回忆所展开。7年前的1961年，梅森与同为特工的伍兹和鲍曼一同潜入了古巴的猪湾，准备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在他们与线人接头的时候，当地军官非常不配合的上前挑衅，队友伍兹索性也不装了，当场让这位军官永久失去了话语权。由于骚乱吸引了大批敌人，他们只能改变策略，一路从正面撤离，很快便坐上了离开的车，并向着卡斯特罗的宅邸杀去。时间来到了清晨，梅森、伍兹、鲍曼三人借助滑索顺利来到了宅邸后院。面对三人精良的武器装备，再加上先头部队在前方吸引火力，留守在这里的安保根本来不及反抗，就被他们悉数歼灭。很快房间门被开启，梅森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子弹精准地命中了卡斯特罗还有他那个试图反抗的姘头。随后三人迅速向着机场撤离，眼见他们已经登上了逃亡的飞机，可跑道却因为敌军的车辆阻拦导致无法起飞。梅森见状毫不犹豫跳下飞机，在跑道边利用高射炮为队友开辟了道路，但梅森也因此被留在了这里，从而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梅森再次醒来，才意识到他们暗杀的只不过是卡斯特罗的替身而已，真正的卡斯特罗已经将梅森当作礼物送给了他的盟友巨熊国指挥官德拉格维奇。而接下来德拉格维奇将梅森转移到了熊国的沃尔库塔监狱，接下来迎接梅森的将会是一段漫长的折磨。幸运的是，正当梅森放弃逃脱希望的时候，他与一名叫雷泽诺夫的巨熊国老兵成为了好友。在这期间，梅森了解了雷泽诺夫的过去，那是在1945年的二战末期，雷泽诺夫与战友迪米特里一同前往北极圈，准备从德国基地中营救一位向巨熊国投降的德国科学家斯泰纳。而负责此次行动的正是将梅森送进监狱的德拉格维奇以及他的副手克拉夫琴科。这两个投机分子曾在德国进攻开始的时候抛下了一同作战的战友，所以雷泽诺夫打从心底不信任德拉格维奇。接着他们开始突袭德国基地，行动过程非常的顺利。本就到了强弩之末的敌军，面对占据优势的巨熊军根本不堪一击，他们很快便杀进了基地内部。在那里，雷泽诺夫先一步找到了德国科学家斯泰纳，看着眼前之人的嚣张跋扈，雷泽诺夫碍于军令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而接下来德拉格维奇与斯泰纳的对话则揭露了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原来德国为了扭转战局，让斯泰纳在内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名为星星6号的神经毒气。本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装有毒气的货轮却被英国人所炸毁，他们也因此没有来得及销毁毒气。而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被巨熊国所发现。就在雷泽诺夫为祖国感到高兴的时候，德拉格维奇脸上却露出了猥琐的笑容。他为了测试毒气的效果，同时除掉对他早就不满的异己，于是便将雷泽诺夫和迪米特里关进了毒气室。随着毒气开始蔓延，本该像英雄一样死去的迪米特里就那样白白的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就在雷泽诺夫陷入绝望之时，英国人闻讯而来，与德拉格维奇的手下展开了交火。雷泽诺夫因此侥幸捡回一命。在逃离的过程中，他将货轮炸沉，试图销毁剩余毒气，但雷泽诺夫还是被抓住并被送进了监狱。德拉格维奇也不会就此放弃研究这种毒气，想到最好的战友死在自己面前，想到德拉格维奇等人对祖国母亲的背叛，一颗复仇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了雷泽诺夫的心里。德拉格维奇、克拉夫琴科、斯泰纳这些人都得死。时间回到1963年，此时的梅森已被关进监狱长达2年半。他与雷泽诺夫组织狱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越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随着雷泽诺夫一声令下，无数的犯人带着冲破黑暗的决心，向着监狱外杀去。外号巨兽的谢尔盖更是可怕，狱警在他的面前犹如小羊仔一般，毫无还手之力。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监狱大门前，门外早已被大量守卫占据，但没有牺牲又怎么能换取胜利？随着犯人们高喊一声乌拉，大门被缓缓推开，无数的子弹向着手无寸铁的他们疯狂倾泻。有人靠着煤矿车的掩护逐步向前推进，有人悍不畏死的向着前方冲去，只为用自己的身体为其他人争取时间。在他们利用弹弓摧毁哨塔后，众人一路杀进了武器库。随后在雷泽诺夫的演讲下，无数受到振奋的犯人逃出牢房。梅森再次利用弹弓摧毁了更多的哨塔，甚至利用鱼叉强行摧毁了武装直升机。可惜的是，在前进的路上，巨兽谢尔盖用自己的身躯阻拦了即将关闭的大门。拥有了足够武器的他们，犹如翻江倒海一般，径直杀出了监狱。梅森与雷泽诺夫乘上摩托车，成功逃到了监狱外围。可面对无穷无尽的追兵，雷泽诺夫只能驾驶汽车将梅森送上了路过的一辆火车。雷泽诺夫心中早有觉悟，这是属于梅森的自由，而不是他的。就那样，梅森逃出了监狱，雷泽诺夫生死未卜。1个月后，成功回到漂亮国的梅森通过了测试，并受到五角大楼接见。特工哈德森成为了梅森的新上司，甚至国防部长等高层都来亲自接引梅森前往五角大楼。就连美国著名评论家麦克阿瑟将军都曾评价道：“当我在沃尔库塔监狱看见梅森手持加特林像开挂一般大杀四方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就这样，在一众高层的护送下，梅森来到了地下深处的指挥中心。在这里，梅森见到了漂亮国总统，但梅森却在见到总统以后
后，出现了一瞬间想要刺杀他的念头。毫不知情的总统说出了邀请梅森的目的。他们知道梅森是最顶尖的高手，想要让梅森除掉德拉格维奇这个漂亮国最大的威胁。于是，在1周后，梅森和一开始的战友伍兹潜入了巨熊国拜克努尔太空发射场，准备摧毁远程导弹，消灭极端科学家，暗杀德拉格维奇等极端分子。但他们很快便发现，被漂亮国安插在这里的间谍韦佛已经暴露了间谍身份。德拉格维奇的副手克拉夫琴科更是一刀让他成为了美国夏侯惇。见到这一幕，二人当即开始了行动。他们先是换上了极端制服，成功打入发射场内部，并通过高处的滑索，赶在敌人处决韦佛之前破窗而入，成功救出了这位间谍。之后，当他们杀进控制室的时候，火箭已经开始向着高处缓缓升空。眼见10万火急，梅森凭借一发导弹强行炸毁了正在升空的火箭。做完这一切，他们再次杀进地下的研究室，但德拉格维奇和克拉夫琴科却早已趁这个机会逃之夭夭。而梅森对他们的恨意也在逐步上升。一晃5年的时间过去了，梅森从未停止寻找他们。但就在1968这一年，梅森与他的上司哈德森受到高层的指派前往越南，加入此时伍兹所在的 SOG 小队，调查熊国在越南的行动迹象。就在伍兹跟他们介绍这里风土人情的时候，北约军开始了对基地大规模进攻。虽然这场战斗并不是梅森的任务，但为了帮助伍兹，梅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手。漫山遍野的北约军向着基地悍不畏死地冲过来，梅森手中的步枪不断为友军提供火力压制，敌方坦克也在1秒5发的火箭弹面前沦为废铁。在梅森的协助下，他们击退了敌方的攻势。事情结束后，许久未见的鲍曼也重新加入了梅森的队伍。不久后，他们前往即将失守的顺化，阻止北约军队在那里发动的春节攻势，顺带寻找一名知晓关于德拉格维奇情报的巨熊国叛逃者。刚刚抵达顺化，他们的直升机便被火箭击中，侥幸逃到建筑里的梅森和伍兹只能选择杀出一条血路。好在他们很快便找到了目标房间。令梅森狂喜的是，雷泽诺夫居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从监狱里逃出来的。梅森自然也认为雷泽诺夫就是那个叛逃者。随着小队重新集结，他们也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撤离。之后根据带回的线索，他们发现德拉格维奇现在的副手不只有克拉夫琴科和斯泰纳，还有一名叫克拉克的工程师。克拉克还帮助他们重新研发新星6号病毒。为了获取有关病毒的线索，梅森的上司哈德森与韦佛一同前往了九凤城寨，找到了克拉克。在哈德森动之以情的引导下，被感动的克拉克说出了新星6号的实验基地就在乌拉尔山脉，并由前德国科学家斯泰纳负责。但他们中途却遭到了巨熊国特种部队的袭击。撤离的路上，克拉克提到了一串数字，可就在他要说出其中含义的时候，却被敌方狙击手从物理层面打断了施法。与此同时，另一边的 CIA 怀疑克拉夫琴科在越南进行毒气测试，于是梅森、伍兹、鲍曼3人再次出发，但中途他们的直升机被击落。然而就在梅森试图在水下打开大门时，雷泽诺夫再次出现了。没有时间多想，他们迅速回到地面，与这里的敌人展开了猛烈交火。前进的路上，雷泽诺夫与梅森分别准备前去高处寻找克拉夫琴科，但没过多久，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梅森进入地道清理其中的敌军，在这里他又一次看见了本应前往高处的雷泽诺夫。正当梅森疑惑的时候，与他同行的队友却背脊骨一阵发凉，连忙告诉梅森不要开玩笑。但突然出现的敌人却让这位队友再也不用害怕了。之后梅森与雷泽诺夫会合，并在洞穴深处发现了克拉夫琴科的通信站，但克拉夫琴科早已逃走，二人只能拿上一些关于新星6号的资料，在洞穴还未坍塌之前成功完成了撤离。不久后 CIA 在老挝境内击落了一架载有新星6号的运输机，于是梅森、伍兹和鲍曼被派往老挝取回新星6号。当他们来到运输机残骸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着大量漂亮国的武器，看来巨熊国是想要栽赃他们。这时大量巨熊国特种部队出现，将他们团团包围，奈何势单力薄，3人只能被敌方抓获。而德拉格维奇与克拉夫琴科也从暗中走了出来，并非常热情地与梅森打起了招呼。由于梅森等人在老挝失踪，上司哈德森只能在之前克拉克提供的线索下前往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实验基地。为了确保此次行动顺利，漂亮国甚至出动了黑鸟侦察机为哈德森带领的小队提供指引。在如同开挂般的指引下，他们很快便通过锁匠来到了新星6号的研发中心。在这里，斯泰纳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他们。由于新星6号毒气研发完毕，德拉格维奇准备将所有相关人员灭口，其中就包括了斯泰纳。而德拉格维奇真正的计划是为了在漂亮国的主要城市释放毒气，而那些广播的神秘数字就是释放毒气的最后指令。只有斯泰纳才知道如何停止广播，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赶在毒气释放之前前去重生岛营救斯泰纳。回到梅森这边，经过了长时间的水疗，3人被当地游击队和一名熊国特种兵拉了出来，要求他们表演俄罗斯轮盘。鲍曼觉得这太欺负人了，因此被强行取消了游戏资格。而下一个对象则成为了伍兹，毕竟伍兹和梅森早已是默契的战友。伍兹先一步拿起左轮，堵了一把枪里没有子弹，接着便是梅森。梅森也没多想，毫不犹豫的拿起左轮，亲自给旁边的敌人送上了一颗花生米。趁着骚乱的机会，他们迅速解决了所有敌人。接着他们一路追上熊国特种兵，替鲍曼报了仇，并来到外面坐上了敌军的直升机。他们将这里闹了个天翻地覆。而在另一处基地，他们营救了一队被俘的漂亮军，还意外救出了雷泽诺夫。同时德拉格维奇的副手克拉夫琴科也在这个基地。现在命运重新掌握在了梅森手里，那么今天克拉夫琴科就必须死。就在梅森杀进他所在房间的时候，克拉夫琴科在旁边偷袭了梅森。当梅森稍微清醒过后，发现伍兹正和他扭打在一起，但克拉夫琴科却很快占据了上风。见梅森想要夺枪，克拉夫琴科立马对其展开了殴打，但他却忘了身后的伍兹。伍兹直接一刀刺进了他的身体。见自己回天乏术，克拉夫琴科毫不犹豫拉开了身上的手榴弹。为了救下自己最好的战友，伍兹想也没想便带着克拉夫琴科冲出玻璃，同归于尽了。就在梅森伤心不已的时候，雷泽诺夫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此时的梅森恨意达到了顶点，他脑海里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德拉
拉格维奇、克拉夫琴科、斯泰纳都得死。根据这里留下的线索，梅森未经允许与雷泽诺夫前往了重生岛。与此同时，哈德森也率领小队来到了这里。由于是从正面进攻，他们遭到了毒气和大量敌军的阻击，而梅森则因为满腔的怒火，仅凭一把斧头，硬是从后方的码头赶在哈德森之前，一路砍到了斯泰纳的面前。这一刻，雷泽诺夫站了出来，他没有给斯泰纳任何解释的机会，而是声嘶力竭地怒吼着自己的名字，随即一枪结果了斯泰纳。回到一开始的审讯室，审讯者当即否定了梅森的说法，因为审讯者所看见的是梅森杀了斯泰纳。原来当时哈德森和韦佛赶到的时候，站在那里的赫然只有梅森一人。当他们冲进去的时候，梅森已经杀死了斯泰纳，他们只能强行控制住了梅森，并将其带到了这个审讯室，帮助梅森回忆之前的事情。而审讯者正是哈德森与韦佛。原来当初梅森被抓进沃尔库塔监狱的时候，德拉格维奇对他进行了洗脑，并将广播数字的破译方法灌输进了他的记忆，使他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想要谋杀漂亮国总统。但梅森的心智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坚韧，见梅森无法执行他们的命令，于是便将他丢进了监狱。而正是这一举动让梅森认识了雷泽诺夫。由于雷泽诺夫一心想要复仇，所以他将自己的信念灌输进了梅森的脑海，使得原本暗杀总统的指令变成了德拉格维奇、克拉夫琴科、斯泰纳三人。通俗来说就是双重洗脑。而雷泽诺夫也早就死在了监狱中。从越南第一次见到雷泽诺夫开始，一直都是梅森产生的幻觉。如今斯泰纳已死，也就只有梅森能够破译广播数字，从而知道广播站的具体位置。在经过了之前种种的回忆后，哈德森只能选择背水一战，让梅森再仔细最后听一遍广播中的数字。终于在梅森经历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痛苦后，他终于回想起了广播站的具体位置。这是他当时在古巴被抓获时，德拉格维奇身后的货轮雷萨尔卡号。就在第二天清晨，梅森与哈德森一行人乘坐数架武装直升机，对身处在墨西哥湾的雷萨尔卡号展开了猛烈攻势。他们轻松便摧毁了货轮上的防空炮。在他们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货轮上的敌军根本无法阻拦他们杀进内部。而漂亮国也准备在15分钟之内对其进行空中打击，以彻底摧毁这艘货轮。可广播却依旧还在继续，似乎是从更下方传来的。原本哈德森打算就这样交由总部进行轰炸，但梅森为了死去的战友和雷泽诺夫，坚持要找到德拉格维奇。哈德森无奈之下只好陪同梅森潜入水下展开调查。果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水下基地，带着彻底了结这一切的决心，他们迅速杀进了基地之中。梅森顺利停止了广播，但总部的轰炸却开始了，导致梅森险些坠入下一层。而德拉格维奇也从远处走了过来，千钧一发的时候，哈德森一枪击中了他。梅森抓住机会，一把将德拉格维奇按进了海水之中。最终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这样被永远的留在了这座水下基地。伴随着雷泽诺夫的声音出现在脑海之中，梅森与哈德森顺利返回了海面，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但就在故事的最后，一个女人正在播报着那组神秘数字，同时在漂亮国总统出行的路上，人群中出现了梅森的身影。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